大家好，今天是12月13号。昨天狗狗币给的一个买点，就这一条黄色的线啊，我是没想到昨天它插针的低点略微就差了这么一点点，没有命中这一个买点，所以有时候也不是这么神准啊，买点跟卖点每次都踩得这么准嘛。上一次在这个矩形的低档给大家命中过一波拉升，那现在这一次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没有命中啊？如果有在上方买的话，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。当然，现在整个市场的行情，我昨天已经在跟大家讲，我并不是在看空这个狗狗币。你压回来，你可以继续站在买方，因为4个小时里面的形态，等下要来跟大家讲一下，它趋势是还在哦。包括比特币，其实形态跟狗狗币是不同。等下来跟大家讲，它这整个区间里面整理的量价形态，不同于昨天我跟大家讲的那个狗狗币的形态，以及以太坊的整个量价形态也是不同啊，或者是比特币在这个位置是不是强势背饼，在今天晚上能不能正式突破？因为晚上也是美国 CPI 那个数值要公布，那有没有可能会再低于 7.3 整个市场的共识预期？如果是真的再低于的话，有没有可能在今天晚上变盘？当然，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就这个位置，它为什么迟迟不过17300美金这个位置，有一个小时的量价重要的位置。等下来跟大家讲这个位置你要怎么去观察。复盘之前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列注册，币安 OK 返用 20%， 可以用亲人的去认证，币安转币安 OK 转 OK， 不用手续费。那么先来看一下，强势背饼我已经画了有一段时间了，就这个形态，它这边是一个饼，你如果是左侧的朋友，既然它趋势是有一个短线的上升趋势，那你就利用它压回的时候来找买点。包括昨天也是有朋友在讲，可能是不是要破这一个了，但是最终也不是收上来嘛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它这里面裸 K 的形态是很明显啊。就是涨的时候是有量啊，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涨的时候是不是有量，前面这一个吞噬涨的时候也是有量。那这2根 K 线出来的时候，我是跟大家讲，它是不同于这2根多方的吞噬哦。你不要觉得哦，它真的要再来一根吗？不要觉得真的有可能再来一根吗？因为是很像啊，就是这个位置不是横盘，这个位置不是横盘，横盘挖了一个低点的坑，第二天马上来了一个多方吞噬，然后第二天马上来一个多方吞噬。我在这一天的视频一直在跟大家讲，你不要去追，它不同于这一根哦。那至于这里面的一个技术知识，你去回顾前面的那个知识，所以就是它不一定会再来这么大的一根，就类似这一个，有可能还是在这边等今天晚上的美国 CPI， 或者是15号的美国利率 CPI。有没有可能会再低于这一个整个市场的共识是在 7.3？ 我们最近也要去观察一下，就整个全球大宗商品一些价格的趋势哦。就这个原油可以观察一下，之前有跟大家讲过，它早在今年6月份的高位，整个原油都已经掉头了。整波趋势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讲，它是一个下降的通道，然后在这个位置整理了一段时间，但是最终价格它就整个中长线的趋势可以观察，明显是又破了这个低点，而且是这边有一个 N 型，感觉是要反弹，是不是要重新反弹到这一个矩形里面？但是最终它的一个价格是继续往下破了这个低点，然后这2天感觉是要反这一个压力位，反不上去。反正我的观点是这样的，就整个原油的中长线的趋势很明显，它的价格是往下跌的。你如果稍微有一些经济基本知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原油就是反映通胀最明显的一个大宗商品的价格指数。所以既然它如果是原油在掉头的情况下，我的观点是不排除 CPI 有没有可能今天晚上可能去平衡，它不一定会真的7.3 就明显的哇，可能是不是在7或者是 6.9？ 当然我这只是在猜测啊，我的估计有可能会不会在 7.2 或者是7左右徘徊，或者是略微高于 7.3 7.4， 因为目前的利率到 4% 也没有几个月啊，有可能会在高点，比如说利率在 4.5， 或者是下一步能不能来到5的一个利率高位，然后让通胀横一段时间，让整个全球的一个物价横一段时间，有可能看会不会再往下掉头。因为有时候就类似这个原油，它之前一波趋势下跌以后，
它也不是马上就一路往下碰，它也会在这个位置横一段时间，然后看是不是再掉头往下。那我们要观察一下刚刚跟大家讲的量价，量价是这样子哦，这一个是有量，是很健康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下跌的时候是在缩量，后面这一根上涨的时候，量能其实是明显高于后面的这一个整理的量，而且这一个量也是明显大于这个量，只是这一根的量有一点不太漂亮啊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它这边是有一点大量，但是后面的几个上涨的量基本上量能是维持，然后这3根整理的时候量能是在缩，但是昨天不同，很多人在这个位置担心的时候，它要跌下去吗？我是跟大家讲不一定啊，有可能还是在局限。那现在昨天收的一个量是什么量？就是上涨多方的量。那我们再观察一下4个小时是更明显啊，明显的整个片区跟狗狗币的量是不同。你如果是目测去观察，有没有明显感觉到，基本上上涨的时候量能都是很明显，或者是下跌的时候量能是相对比较少，就是健康的一种量价形态。上涨要不断的量滚量，或者是下跌整理的时候缩量是可以接受，或者是这一个上涨也是有量嘛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有几个大量的位置是在这一根有一个大量，是不太漂亮啊。那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，还有这一根量也是不太漂亮。但是这一根大量下跌的位置，就是昨天有一些人在恐慌的时候可以观察一下，现在是它不用很大的一个量呢，已经把这个量给收过去了，所以这个量已经是被洗出去了，很确定这个量就是被洗出去了。那我的观点是，你如果是超短线的朋友，因为我前几天也讲了一段时间，有可能16800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位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当时跟大家讲，就是这一个 N 型过了这一个高点的位置，这是很重要，超短线的朋友你再去观察16800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位。那至于这一根量我们要怎么来判断，你就去观察1个小时，1个小时它大量的位置是在哪一个位置啊？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这边也有一根量啊，这边也有一根大量的位置。然后上一次这个上影线的高点为什么过不去？就是因为这个位置大量的高点，就这个大量的高点，1个小时里面它在这个位置是没有冲过去啊，就是这个上影线没有冲过去。所以这一次有没有可能整理到位？今天晚上重点就是观察17300在这一个位置有没有可能给我冲过去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太坊，当然很多朋友是相对比较关心就是它的短线，我个人还是一直在持有长线，因为基本上都是在看未来。就短线上我的一个观点是，它的量价形态也是非常的漂亮，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一根2根上涨，量能是不是持续都是有量，然后调整缩量，上涨放量，调整量能是很少啊。包括昨天的下影线的低点也是有一些量能被下出去啊，所以现在目前整个区间我的观点也是一样，它在这个位置是属于一个强势的 baby， 是不是要画一个 baby， 能不能往上去突破？但是上面也是之前有一些分析的一些观点，看到国外的一些分析师的观点，就是6月份到这个10月份的低点这一条趋势线是被跌破，也是有跟大家讲过。比如说当时狗狗币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也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线，虽然是被跌破，但是它最终是横的一个区间，有一些利好直接就涨了上来。所以现在的以太坊有可能就类似这种位置，它会不会先打出一个底部的区间，重新再稳固一个区间，然后看资金要不要往上去拉。那至于狗狗币为什么还是跟大家讲你要站在买方，其实你不要忘了一个形态，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吧，之前在4个小时里面有看到这么一个形态，就是马斯克收购推特的时候，这边有一波拉升，那前面的这一个低点也是跟大家讲的有一段时间，它是在21年3月份的那一个区间，就是在这个区间根本就破不下去 0.05 下方。那既然它在这一波拉升的时候，4个小时的 Vegas 是走成正向多头排列的，你有压回这个576跟676的这个位置，有压回，你尽量要站在买方，甚至是破这一个576跟676的趋势线，破的话你也可以站在买方。那昨天的这个低点，它其实踩的位置就是踩在576跟676，为什么我敢跟大家讲，你压回来你再去买，就是因为这2条通道，它目前还是一个多方排列的结构。
所以你短线上如果要做的话，就是找这种位置买。买的话，那你要卖，或者是这一个位置要试试，这个区间也是有一点压力啊。大约是在多少？我们可以看一下，0.095啊，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定我们的 U2。